每一条河流都带着独有的气味，流向海洋。鲑鱼群集急忙捕捉这个气味，循着轨迹奋力游往上游的出生地。在阿拉斯加，流入河流的淡水，来自北美最高山峰的融雪。然而，有许多冰雪覆盖的山峰下，如火炉般燃烧着熊熊烈火。因为这些山也是北美洲最活跃的火山。千百年来，火山一次又一次爆发，原本晶莹剔透的河水被染成黑色有毒的污水。科学家正开始拼凑近2000年前可能发生的事。当时整个族群的鲑鱼面临他们出生地河流的死亡，而被迫撤回辽阔的海洋，从而展开惊奇之旅，并留下了惊人的遗产。小红鲑生长在辽阔的太平洋里，热带温暖的海水混合了北极寒冷的水流，浮游生物因而大量繁殖。鲑鱼5岁时，出于本能会回到阿拉斯加海岸，它们大量群集，每只鲑鱼搜索着属于自己家乡的气味。这群银白色鲑鱼以浮游生物为生，但它们此刻已停止进食，唯一的目标就是游回出生地产卵。然而，海洋应有的清澈已不复存在，海水带有淡淡的硫磺气味。鲑鱼出生地的山上正燃烧着火焰，偏远的阿拉斯加半岛位于火环带，海洋板块运动将水困于地底下，水在压力下加热而变成气体，从各个裂缝渗入。这一带仍属高度不稳定地带，火山活动、定年计数和遗传学使一群鲑鱼的故事可能重写，因为鲑鱼的世界近2000年来已开始瓦解。鲑鱼不知所措，
它们嗅得到溶解于水中的硫磺，但更强大的是气味分子。它们出生的起源地有着独特的化学记号，令它们难以抗拒。一团黑灰正逆流而上，夏日艳阳通常会融化白雪，使河水流通顺畅。此刻灰烬的热结合了阳光的炙热，从冰川燃烧出一条新渠道，大量的致命毒素顺着河流侧边涌流。不知不觉中，河流集中起所有沉淀物及有毒物质，朝着鱼群逼近。如今，整个流域充满了死亡的气味。有的已来不及逃走。幸运的是，下有几只随之而来的鲑鱼留意到警讯而慢慢地回头。它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半途原路折返辽阔的海洋。它们并非意识到危险，而是已感应不到吸引它们到来的淡水讯号。鱼群中大量同伴死亡，这几只是迷路不知去向的鲑鱼，然而繁殖的冲动依然强大。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每一只鲑鱼开始展开孤独的探索，拥抱海洋，本能驱使它们重新开始寻求淡水的气味。红龟拥有非比寻常的探索工具，它们极佳的视线可遍及水面上方及下方，头往上或往下。火山灰令海洋翻腾，刺激浮游生物的生长，并促进带刺水母群大量涌现。如同穿梭于地雷区。极其敏感的红龟，事实上能感觉到水母的存在，因而避开水母致命的触须。红龟得不断地移动，只有在短暂的夏季，阳光融化冰川时，河水的深度足以让鲑鱼游往上游。这只红龟一路游往一条气味甘甜的河流，到达时才发现无法通过。鲑鱼有个外号叫跳跃者，但有时也会有挫败的时候。它们从不停止进食或睡觉，它们生来就是要寻找淡水，至死方休。龟鲨也有超人一等的嗅觉，它们利用嗅觉来猎杀与它们同名的鲑鱼。
红龟皮的油性气味泄露了行踪，几只龟鲨将之团团围住。龟鲨拥有所有鱼类中最高的体温，它们能保留肌肉所产生的热量，因此能加速反应能力。海鸥，鲑鱼的死神，结束这场盛宴。幸存的红龟继续前进。红龟的耐力惊人，它们一生中能游6000多英里远。淡水的气味再次引诱鲑鱼往岸边靠近。然而这座库克船长命名的奥古斯丁山却是另一座活火山。雨云凝结于山顶上，然而火山永恒燃烧的炉火使得云无法结冰，雪无法覆盖。奥古斯丁山陡峭的山坡上并无平静的回流可供红龟产卵，也无河谷可供它们往上游。淡水细细地流入海洋，这对红龟起不了任何作用。由于这群鲑鱼冒险家有共同追求的目标，它们的数量也开始增加了。如飞蛾扑火般，红龟被淡水所吸引而不断前进，朝着水源追踪水散发出的气味。游了一段距离后，红龟的劲敌再次守候着。游到河口，跳河梯，对技艺高超的红龟是轻而易举的事。淡水诱人的香味不断朝它们袭来，红龟狂喜不已。红龟数量庞大，其他族群的红龟纷纷加入返乡行列，这是好兆头。一旦有其他鲑鱼加入，就必定有适合产卵的地方。两个红龟族群外表相似，只能从基因分别差异，但同样遭受到劲敌猛烈夹击。
幸运未遭海鸥残害的红龟，面临着一步步慢慢逼近的陷阱。潮水移转为逆流，朝红龟涌去。这些灰熊为了准备冬眠，得于短暂的北极夏季将体重增加1倍。在潮水逆流的情况下，红龟在潜水中显得特别脆弱。然而，清新甜美的水似乎赋予红龟新的能源，引诱它们走向危险。各方面都处于劣势下，剩余的红龟开始撤退，顺势随着退去的潮水离开。几只小灰熊随着挣扎的红龟出海，灰熊妈妈紧紧尾随。小灰熊已见识到在深水中捕鱼有多么不易。
退潮时，灰熊的猎物已离开视线，但灰熊知道红龟还会返回。红龟开始往河堤下方聚集时，这只公灰熊已站好最佳位置，保持静止不动，以免惊动潜水中的红龟。有些较年轻的灰熊离开原地，让给经验更丰富的大熊处理。海鸥抢先一步再次聚集，红龟想利用较深的水收复失地，更加往河堤靠近。更多灰熊抓起一只鱼便离开，这对剩余的红龟并无多大差别。为了进入河流，它们得跳上河堤，每一只母红龟都已准备好一阶一阶往上跳。这群较年长的灰熊不辞辛劳，为追逐鲑鱼而出海。它们已争取到最佳的位置，并且深知这是等待时机里最佳的位置。红龟再次群集起来，它们只能以数量的多寡来保障安全。无法静止不动的幼熊被挡回，已离开红龟的视线。红龟落荒而逃，母灰熊任凭小熊加入混战。红龟数量庞大，小熊抓起来丝毫不费力。灰熊先咬住鱼头，使之无法动弹，接着以极为灵巧的手法，将富含油脂的鱼皮从肌肉剥下。他们丢弃鱼肉，海鸥将鱼肉吃完，似乎有点暴殄天物，但油腻的鱼皮是让灰熊囤积脂肪最精华的部分。何况鲑鱼数量这么大，灰熊有本钱挑剔。对灰熊而言是饱餐一顿，对鲑鱼而言则是大屠杀。红龟冒险家的旅途就此结束。然而因为数量庞大，红龟依然络绎不绝，有些成功跨越了第一道障碍。鲑鱼艰辛地前进，竭尽全力。征服湍流，跃上河堤，
战胜灰熊。他们成功了，游进河水。如今这些争强好胜的鲑鱼得继续前进，游向未知。红龟的旅途还很漫长，与其他鲑鱼类不同的是，红龟并不产卵于流动的溪水或河流中，它们继续游数英里远，直到找到平静的回流、水池或湖水为止。印第安人将此河命名为阿尼亚查克河，意为出路，而宽阔的河床可看出曾经波涛汹涌一时。河流蜿蜒的路径通往许多支流和河流的尽头。出生于此地幸免于难的红龟，沿着其中一条支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产卵。新来的继续游往主要河流的上游，不知为何他们知道别跟着当地人走。他们继续游往未知的水域，前面就是阿尼亚查克火山，河流便是以火山为名。阿尼亚查克火山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火山陷落所形成7英里宽的盆地或火山臼。拍摄此纪录片时，火山臼里有一大池结冰的湖水，水深300多英尺，数千吨的水隐藏在冰层下，以及更多又会爆发的火山坠下。阿尼亚查克火山是阿拉斯加半岛最活跃的火山。爆发的力道将冰震碎。风吹过，将有毒烟雾吹离河里的鱼，因此鱼并未意识到危险。
持续不断轰炸和震动下，火山臼的壁面开始裂开，水从裂缝中涌出。可怕的冲力冲破障碍，于山谷下开出新的渠道。水流强行冲走每个生物。几个小时之内，湖水便已排尽，但仍然继续在下游肆意破坏。红龟的身体结构能抵挡水流冲击，但抵挡不了火山洪流的威力。阿尼亚查克出路再一次重建了新的景观。数日后，雪掩盖了山的满目疮痍，而大量的洪水已消失于海中，留下了曲流、回流、汉无出路的水池，以及全新的泛滥平原，并且将红龟冲进其中。大量腐烂的尸体，使得水中含氧量不足，少数幸存者艰难地呼吸着。然而，寻找淡水的冲动是如此强大，慢慢的，不妥协的鲑鱼继续抗争。伤痕累累的红龟渐渐开始重新成群结队，它们继续前进，游经他们老冤家灰熊的头骨。游经北美麋鹿，地壳如此剧烈变动，
甚至较早时代巨型动物的遗骸，长毛象牙也因而出土。迂回曲折，完全被洪水冲刷布满迷宫的河流尽头，看起来像条不归路。但因为每一只红龟都跟随着同样微弱的矿物质踪迹、淡水的气味，混乱中却仍有如此惊人的毅力，因此他们逐渐找到返回主河流的路线。此刻，另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正开始与他们作对，他们的生物时钟。他们已经浪费许多时间，由于长期接触淡水，他们的头开始变绿，身体开始变红。这种红色素在公红龟身上较为鲜艳，有助于保护它们免受紫外线侵害，但也代表成年鲑鱼的生命开始走向尽头。他们得尽快找到安全的回流产卵，否则整段英勇的冒险之旅将付诸流水。红龟重新寻找定位，追踪淡水气味。淡水的呼唤似乎来自灾后火山本身的中心。红龟竟然穿越火山洪水冲破壁面而形成的裂缝，横过旧河床，直入火山的中心。这个小绿湖巧妙地称为惊奇湖，是大片冰湖仅存的一小部分。火山已然平静，然而翠绿的湖显示湖水有毒。红龟旅途的终点是否是另一个河流尽头呢？惊奇湖积聚了火山旧壁面留下的雨水，雨水聚集了火山各种有毒物质后进入湖中，水中矿物质变高温、酸化，而且含毒。唯一能存活于这火地狱的野生生物，是一种特殊的细菌，大概属于最先居住于地球上的物种。其他任何生物都是孤注一掷。红龟正是如此奋力游到此地产卵。惊奇湖中隐藏着一个秘密，尽管毒素混杂其中，某些部分有足够氧气可供红龟呼吸，甚至可供浮游生物生长。红龟得避开毒素的侵害，并且找到新鲜含氧的水源。云带来了奇迹，云遇到了火山旧的温热岩石，似乎融化了，并将水分全洒到岩石上。云凝结成水滴，并渗入岩石内。某些部分的水受有毒物质污染，
某些部分的水是古老岩石过滤雪白云朵融化的水，甚至更为纯净甘甜。但愿红龟能找到。这就是水的源头，清新洁净、含氧量充分的水，穿过壁面上的裂缝，流入金岐湖的有毒地狱。这对红龟已经足够，至少被迫离开出生地河流已有数月之久的它们，已在火山的深处找到了一个小乐园。在此，它们拥有繁殖后代的机会。红龟的外貌不断变化，公红龟长出带钩的嘴，用来准备应战。此地空间极为有限，若远离水源，红龟的鱼苗将无法生存。既是最佳地点，就值得奋力争取。体型较小、颜色较暗的母红龟将选择赢家。火山阴影下，公红龟守卫着母红龟，母红龟正在挖一个浅窝。之后，母红龟产下它一路怀着的5000颗卵。公红龟撒下一片片精子将卵覆盖，母红龟再将之埋起。它们已完成任务，精力也已耗尽，成年的红龟身体开始恶化。它们已持续游了数千英里，从产下鱼卵那一刻，生命便开始凋零。被飞溅的水惊动的北极湖，动身一探究竟。
北极狐心痒难搔，但红龟还不太愿意放弃，往后退了一下。啊哈！一只倒霉的地松鼠分散了北极狐的注意力。火山灰是丰富的肥料，草在此可快速生长，大自然可填补洪水所造成的不足。红龟的本能赋予它们足够力量做最后冲刺，它们离开产卵的湖，朝着河流往回游。最好的办法是使卵不引起注意。当红龟的身体不断衰弱时，会被它们的天敌和食腐动物发现。成年红龟并没有从火山或河流得到什么，死去时，它们留下身体和体内所有矿物质，以延续野生动物和植物的生命，并且最终造福自己的红龟鱼苗。没有人真正知道，几百年前第一批红龟先锋找到火山壁上裂缝这条路，进入了火山的中心地带。但我们知道他们找到了，因为在惊奇湖中每年都有红龟产下新的鱼苗。多年来，这群原始红龟先锋的后裔适应了这个偏远的火山湖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并且成为了全新的红龟种族，它们就是惊奇鲑鱼。年幼的鱼苗成长期为2年，惊奇湖独有的气味深烙在它们脑海里。之后，它们移往下游，追溯祖先的足迹，回到大海的怀抱。它们并非全都到得了大海。在漫长、曲折的旅途中，他们会一再遇到许多危险。直到5岁时，他们已为终极挑战做好准备。每一年，成年红龟都尝试同样的惊人冒险，而回到火山中心，让我们得以解开第一批鲑鱼先锋的秘密。他们发现了惊奇湖，赋予惊奇湖生命，并将惊奇湖作为他们的最终归宿。